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说这一场的伊朗战事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荷姆兹海峡，甚至带动了全球的能源危机。当然，我们台湾也在内。结果今天《纽约时报》爆出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新闻，他说这个全球能源危机里面最要小心的就是台湾，台湾绝对不能被断气。不能被断石油，因为台湾就是全球半导体最重要的地方，一旦断了，全球半导体跟经济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他还特别形容哦，他说这个能源危机，这不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样态吗？中国最常搞的是围台军演，把你围住，我不用一兵一卒。你没有能源之下，你只能投降，这也是我们台湾的软热。但是我们没想到的事情是，中国的战略现在直接被川普给打破了。这一次伊朗战事，我们全部爬梳完，也发现它根本就是对中国的一场军事预演。你看到美国已经秀出它的肌肉武器是在上面，它是如何用新型的飞弹去把这个舰艇给击沉，而且舰艇击沉的过程当中还爆出来，竟然有阿库斯的人就在舰艇上，是澳洲的人员在进行观摩。所以松哥，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这个伊朗的战事越看越觉得美国川普真的完完全全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剑指习近平之外，他已经更预想到了。好，如果我今天真的有一天要跟中国一战的话，对，我要怎么样去打？这一次这伊朗战事里面，包括从军事的实力，包括从能源的实力，包括从这个所谓金融实力，它三管齐下的。没错，这一次的美国怎么对付伊朗来说的话，可能是日后的美国怎么对付中国的一个翻版。也就是说，简单来说，他们现在在做一个预演的这个操练，未来来说可能对付中国就是这样的样态，包括说怎么去斩杀哈米尼，包括说怎么用飞弹去攻击所有的这个武器，然后包括说怎么去展示用空优的力量去压倒这个伊朗。好，这些未来的战争样态都是要面对中国的状况。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透过这一场战争的话，它展示给你，我对中国的压制可能不是只有战争本身，包括说你看，它透过金融战，这几天的不是就说吗？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准备要冻结伊朗的资产，对，你看冻结伊朗的资产，就是发动个金融战啊。未来假设你中国敢对台湾怎么样的时候呢，我可以动用全世界的力量对你进行一个金融之战，我直接给你断。对，没错。第二个是什么？他现在不是已经掌握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吗？荷姆兹海峡掌握之后呢，那你更不用讲，最近他已经掌握什么？连这个巴拿马运河都被他掌握了。那包括说像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六甲海峡都被他掌握的时候，航道我都掌握住的时候，我也可以让你必要的时候让你中国一剑封喉。另外一个石油，我现在掌握住了。你看，全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地之一的委内瑞拉是我的。对。那这个伊朗呢，看起来的话，我要端掉了。对，我端掉，未来也可能是我的。那其他永远都是我的。你看最新消息是什么？这一次的这个谈判里面来说的话，听说美国会要求中国跟美国买石油啊。对，你没有其他石油可以买了，你就说买我的。所以你看，他等于是用3个招式：石油、航道、金融了，未来又可以对付你。所以简单来说了，为什么习近平这次优超干兵？那已经8天了。你知道什么东西8天吗？中国军机已经没有来绕台8天了，已经连续8天从来没有的。对，好，那事实上为什么美国要做这样动作？你看《纽约时报》说什么？《纽约时报》说，你看，因为台湾能源的短缺会危及全球经济，因为全球经济依赖台湾的晶片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说中国怎么做？中国要打击你的时候，我去把台湾封锁起来嘛。他是说，我完全不费一兵一卒之下，你没有能源的时候，你国家就会乱了之后。我连打都不用打，你就崩溃了。对，好，问题是现在美国已经掌握了全世界的航道、能源跟金融的时候呢，你包围台湾的时候，我可以对你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网啊。所以我才说，我可以确定啦，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面来说的话，中国绝对没有能耐去挑战美国的一个状况。松哥，我觉得今天让我们觉得最惊讶的是什么？是在伊朗这一场战事，我们都 focus 在上面，对。结果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我们摊开了全世界的地图一看，对，川普的野心是在干什么？原来他在这一场能源战、这种石油战、这种天然气战，他真的把全世界最重要的海峡、对，最重要的通道都掌握在手里了。对，我觉得川普的作为来说，你仔细的看的话，你会觉得说他太厉害了，或是美国这些人太厉害。为什么？你看，美国已经控制了什么？直布罗陀海峡是英国控制，对。那所以来说的话，美国也可以控制。那马六甲海峡本来就是美国的地盘，通过新加坡。那最近呢，
巴拿马的宪法法庭说你是违宪，所以呢又落到美国的手上了。那这一次呢，如果假设这一次我进军到中东，我把荷姆斯海峡控制住后，全世界所有的重要通道弄抵过来秋来宾啊！你今天要运石油，对，你今天要运天然气，对，你今天要走哪里，你再怎么绕，跟你讲都躲不过的。所以你中国的陷阱，你中国过去他们有一个叫做马六甲困境。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叫马六甲困境，现在叫什么？巴拿马困境、直布罗陀困境、苏伊士运河困境、荷姆斯困境。就是你处处都是困境，全球大困境，对，走不掉。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那我们最近不是讲吗？荷姆斯海峡没有被封锁，但是全球的保险业不敢保，对不对？就是这样。川普就说这样，没关系，我们可以保，好，我未来可以保。现在是他还没有开出保费啊，所以这会造成什么现象？你知道吗？造成以后呢，如果你要在国际上走这个所谓的任何重要通道的时候，你都要美国的同意呀。美国，我们过去讲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玩这种大航海时代的时候的游戏，你要通过什么海峡之后，都要跟英国缴一笔费用，过路费啦，跟西班牙缴一笔费用。以后就是要跟美国缴一笔费用啦，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态度啊。所以它等于是控制航道之后，未来会有非常多变化会出现。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石油，你看，川普现在已经控制了全世界主要石油产量的重要国家。你看他现在开始做什么呢？照我看，他现在已经开始分配石油了。他这里就说什么？委内瑞拉石油我已经完全控制了。对，那我们欢迎呢英国来投资，欢迎各国投资，我们也欢迎中国来投资，我们也欢迎中国买这个委内瑞拉油，但是要透过美国这样。所以呢，他已经开始管了。他不是开始管，那这几天的时候，贝森特说什么？对，贝森特就说：“哎呀，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这个美国不是跟印度达成贸易协定吗？他贸易协定的立场是说，你印度要少采买俄罗斯的石油，对，你就在资助乌俄战争，对，没错，你不准买。对，就没想到，因为这几天的时候，俄乌这个所谓伊朗战争打的时候，原本呢，这个印度有跟中东买油，但是出不来。”这个印度就跟这个美国说，拜托，我们买一些所谓的俄罗斯的油好不好？对，就贝森特就马上就说 ，OK， 我们这个财政部决定核发为期30天的临时豁免，允许印度的炼油厂采购俄罗斯的石油。所以他现在连买油都要跟美国请示，这太可怕。他成为了掌控者之外，他还成为了分配者。对，以后全球石油你要先经过我老美，你才能拿到这个石油的。那所以才有说，这一次的谈判里面来说，川普不是说要求中国多买油吗？你中国要不要跟美国买油？当然要啊！你委内瑞拉油没有了。伊朗的油也没有了，荷姆斯海峡被美国控制住之后，你可能中东油也没有了。请问你要跟谁买油？当然只能跟中国、跟美国买油啊！所以我就说，现在美国呢，才玩一个更大的棋局呢，是已经完全把你牢牢的包围好了。而且他今天除了石油跟能源哦，已经在准备要跟中国宣战做 stand by 之外，对，今天让我们觉得最惊讶是什么？是这个画面，这个是伊朗的无人机航空母舰。这个爆炸的画面，没错，太吓人了。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是什么？美国公布了他们攻击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航空母舰巴盖里烈士号的这个画面。你看那画面来说，这是黑的。对，没有，那是因为呢这个红外线的关系，飞弹过来之后太亮了，太亮之后，你看，先第一颗这个炸弹就炸出来了，第一个蕈状云，那就是已经被炸到第一波了。紧接下来还有第二波、2波，然后等于是它的头尾都被炸。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看到那个飞弹一下去之后，为什么是一片黑的？对，那个是亮光。对，没想到亮光之后是什么？你可以看哦，1、2、3、4，出来了。对，没错，变成一个大的蕈状云。好，那我们就讲蕈状云不是只有第一颗，还有第2颗飞弹击过去之后没多久之后，这艘船呢就完全沉没在海底了。好，那我们刚才讲。美国呢，目前为止来说还有什么东西呢？他们一直在演练怎么去击船这个船只嘛，哈。那之前他们有在演练一个叫做集成的这个演练的时候，他们用所谓的快速集成的这个方案。对，快速集成方案是什么呢？美国透过所谓的 B2 轰炸机，或者说轰炸机呢，它从空中丢飞弹。对，你想说，怎么空中丢飞弹？这到底有没有可能？过去不是说鱼雷从下面打吗？你才能把它打穿吗？他们没有，他们直接用这个 GBU-31联合这个直攻的这个弹药，对吗？然后进行改装，然后模拟这个所谓鱼雷的攻击方式。什么意思？我从上面丢下来之后，它进入这个海底后，它会用这样子反向攻击，攻击什么？它会在你的船下面呢形成一个爆炸，爆炸之后呢，让你的船呢就直接断成2半。太厉害了！对，这是做给谁看？那这几天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次长说，他说我们美军的作为可以恐吓潜在的竞争者。
那潜在竞争者是谁？中国，就是当然是中国嘛，我打给你中国看，这样，所以你都吓死了啊。那我们就跟他讲，前几天美国不是公布吗？说我们在二战之后第一次发射这个 MK48的鱼雷，击毁了这个伊朗的一艘这个军舰嘛，对。那这军舰来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时候更吓一跳。赵宏，你知道吗？它舰上这台军舰呢，美国的这台潜舰上面来说，居然有3名的澳洲的国防军的人员他们这边观摩，因为我跟他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可以看到的。我相信很多操作者一辈子没有看过真正实战之后发射鱼雷去击穿一艘船。他们3个人在那边看，他是阿库斯的成员，对，澳洲，对，在打伊朗的时候，我请我阿库斯的这个联盟的人过来看。他要干什么东西？对，这里面有什么？包括工程师还有技术人员。为什么？获得经验嘛，获得锻炼。好，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根据目前为止来说，美国要直接把核能的这个技术、核能潜艇的技术交给澳洲嘛。对。那交给澳洲的时候，我们当然训练澳洲的人，把他训练得更好。那澳洲买潜艇要对付谁？当然就是中国啊。所以他今天来实习，对，他来观摩，是以后真的大战的时候，兄弟你就这样打。对，没错，因为你是真的实际看过，而且你知道怎么操练啊。我这个经验来说啊，中国的潜舰人员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实战的过程。你看，比如说美国也透过这个方式，手把手的教澳洲怎么去打。好，那我跟大家讲，现在对伊朗来讲的话，伊朗这个根据最新的这个说法啦，这个川普是说我们已经打了25艘的伊朗的军舰。对。那美国官方说法是说已经打了30艘。好，那无论如何，现在这个伊朗的海军基本上整个都亡了，快要完蛋了。好，那我们跟他讲，为什么很有意思呢？这个伊朗的海军的舰艇叫马克兰号，它2月的时候在举行一个什么？你看它上面游行啊，对，游行的。你看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哦，里面还有这个哈米尼已经过世的这个，还有这个很多标语嘛，标语都打倒美国，没有整整齐齐打倒美国，打倒美国，打倒美帝，打倒美帝。结果没想到3月的时候，他是被美国打倒，他就直接沉了。就沉掉了，就沉了，就被说什么我要把美军给击沉，结果击沉是什么？就是你了。对，被美军击沉的是你啊，那就是这样子。好，那击沉了这个马克兰号。好，那这样打到什么位置呢？打到你看目前为止来说哈，伊朗的仅存的舰队呢，刚刚被洗。那我们就讲嘛。之前的德纳号不是被打吗？它是在加勒港外海约莫40公里的这个地方嘛。那这个伊朗有跟斯里兰卡求救嘛？这就是斯里兰卡，对，他跟这个伊朗跟他们求救，然后他们救起了大概约莫是几十个人嘛。好，那现在还有另外一艘，就伊朗的海军的补给舰，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攻击力啦，叫布什尔号。对，照理说美军也可能想要打他，但是他跟我说，我没有武器，你不要打我啊！好，就没想，因为他现在也不敢回到伊朗了，他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经过伊朗，我就没有命了。对。不敢经过伊朗，所以他就一直在晃，他就在斯里兰卡这边，他就跟斯里兰卡说：“拜托你让我进去好不好？我可以进可伦坡港吗？好，让我进来。可问题是，我问你现在斯里兰卡敢让他进来吗？今天如果他进来了，我在可伦坡港，对，我都烧香了。你收留伊朗的船舰。”你不就完蛋了？川普一定震怒吗？对，所以呢，他们就说斯里兰卡不行，我可以让你人下来，所以你就撤208个船员，但是还有一些船员，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他说剩下的怎么办？他说好了，你就到另外一个港口叫春可马里港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反正他们现在就是在这边晃来晃去，也没办法定锚。那剩下船员就上船好了，就这样。而且你看到这个地方什么？当时他是被击沉在位置，对，没错，斯里兰卡吓死了，对，他是移到这个最小的，对，春可马里港，对。尽量不要被发现，被发现真的我也没有命来保你了。我跟你讲啊，这怎么不会发现？美军早就知道了嘛。好，那为什么要移开这个地方？因为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地在这个地方，所以移到这边或许呢，你可以保你的小命啊。你看现在连斯里兰卡都要偷偷的帮你保命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来说，伊朗不是就说，我们要发动攻击吗？现在伊朗的这个电视台又说，我们有准备要发射最新型的导弹，哇，又开始恐吓大家。但问题是呢，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发射？大家都打上个问号。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的这个地下飞弹城已经成为伊朗的这个软肋。对。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呢，其实伊朗有打造非常多的地下的飞弹城。他想说，我们就把它放在地底下100公尺，我有放很多飞弹、无人机，必要的时候我再出来打你，你都完全不知道，对？就没想到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是你变成个活靶子。因为为什么？现在这个美军跟伊朗很简单，我就只要把你洞口炸掉，对，把洞口你完全就被封到下面，所以就变成是现在就完全就挂掉。而且松哥，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它里面内文讲，现在美国跟以色列是在玩什么东西？他说，美国以色列的战机
还有武装无人机，在数十个巨大的基地上空来盘旋。对，等于是你一抬头看，你不是看到云，你是看到战机跟无人机。对，这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不是说今天如果中国来犯台湾的话，我们要看到无人机的地狱景象吗？而为什么我会一直说这根本就是对中国的预演？因为现在的伊朗上空就是在上演这一种地狱景象。对，没错，就是有非常多无人机在上面飞。那这无人机是什么无人机呢？基本上有可能是那种游荡炸弹的无人机，就是说它在上空飞的时候呢，万一看到，譬如说，伊朗的军方他把无人机架出来，我就把你炸掉，或者说你这地下碉堡让我看到你在什么地方，我就把你炸掉。所以现在都在上空盘旋。所以你看，这是这个之前的这个飞弹导弹基地，对，还有这些相关的建筑物，白色的这个建筑物嘛，你可以看到路啊这些都有。现在这个都没了。就被炸掉了，就是被炸掉。好，那包括这个还有 A-10 的攻击机，我们的 A-10 攻击机是低空飞机啊，它现在在那边飞，表示什么？伊朗已经没有任何的防空能力了。好，那我们跟他讲，到底美军跟以色列这个屠杀伊朗屠杀到什么程度呢？这有一个德黑兰的官方的民众就说，我们这个饲料棚里面为什么被炸？好奇怪，就被叫为什么去这个饲料棚被炸？因为里面藏着一个所谓的它的这个基地发射器啊。这个导弹发射器藏在饲料棚里面，不是谁会发现？对啊，你怎么发现的？对，所以我跟你说，以军太可怕了吧？他以为藏得好好的就被干掉了。饲料棚，这是民间发现的，这个民间发现的影片还想把它录起来，说这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好，另外一个就是包括你看，以色列跟这个美国还这个轰炸了在德黑兰东部，还有他们的地下设施。革命卫队的地下设施把它炸掉了，另外还要打击他们的弹道的飞弹的基地，所以你看现在等于是啥？你不止没有防空能力，我把你的这个发射器啦，然后把你的基地啦、地下设施一个一个摧毁之后，你伊朗到底还剩下什么可以抵抗？所以这可怕是地狱景象，上面所有人都在看着你。对，你藏在哪里？饲料棚我也知道你在哪，你藏在地底下我也知道你在哪。是，你现在在跑，我也抓得到你。对，这真的是地狱景象。没错，对这个伊朗来说是地狱景象，但是对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说是上帝视角。你出来之后我就把你打掉，你出来就把你打掉，这完全是不对称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就刚才讲，武力当然是全面压倒。航运也是压倒，包括说像这个航道被美国掌握住，石油也在被美国掌握住。现在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金融战。金融战来说，你看我们就讲了，阿联酋要冻结这个伊朗了，因为你对阿联酋攻击啊，所以我就把你冻结掉。好，那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的时候，那阿联酋一直说我们要发展经济，我们这个欢迎全世界有钱人资产到我们那边来资产，所以他都过去了。反正你钱来之后，我也不管你是什么钱，我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我管你什么钱，你要来避险，你找我就对了。对，那没关系哈，没关系的时候，所以过去几年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伊朗革命卫队或是伊朗很多高层，他们跟中国或是跟海外做生意，后来钱赚的之后，他们也不敢拿回伊朗。对，因为伊朗也被美国制裁，就没办法用美元，所以他们就都放在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放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现在美国就说啦，那你要把这些资料交出来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样不用你讲，我就直接把它冻结住。所以这听说有数十亿美金呢。数十亿美金被断掉之后，德黑兰日后它要怎么去发展，也是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嘛，对。那于是我们就讲，过去一段时间来说，为什么杜拜这么听话？因为杜拜原本是不甩你的，但是呢，因为呢后来不是俄乌战争吗？俄乌战争之后，很多这个俄罗斯的民众，很多俄罗斯的黑钱也都到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结果你看。美国让他冻结，就他说：“哎呀，我们不要冻结这样的状况。”就没想到美国就把它列为你看灰名单。2022年的时候，位在巴黎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金融银行特别工作小组就把它列入灰名单，就是说你帮助洗钱跟恐怖主义。所以当时你没听我话，我就施压你。对，结果施压。然后怎么样？阿联酋这好，那我就真的断。听话嘛，对不对？听话，所以美国是真的是有实力让阿联酋，你真的要听话的。它有各种管道嘛，所以我就跟你讲，阿联酋是个例子嘛。好，阿联酋当然是用来针对谁？用来针对所谓的这个伊朗。那我讲，那你要针对中国要有什么地方呢？很多开曼群岛一些群岛啊，对中国很多那边洗钱啊，或者针对什么新加坡啊。或者针对其他的这个金融重镇啊，我要断你的经脉何其重要？对，我只要把这个所谓的特别工作小组亮出来之后，你就吓死，你就把中国的黑钱都跟你讲了，你也有封锁中国的黑钱嘛。所以跟你讲，这就是一种综合实力。如果从这一次的这个整个作战的过程，每一的作战过程，你会知道说，美国的力量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船坚炮利而已，它有非常多综合实力，这是远超我们的想象。所以我才说啊，为什么中国现在要躲起来？
因为他们大概看了这一次的这个战争，也知道说他们其实没有实力跟美国掰一掰手腕的。国珍哥，我们刚刚讲这一次的美国打击伊朗，这根本就是为中国的军演而做准备。尤其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最关键，能源，你断了能源，你把你的航道完全都掐住了，你把你的能源完全都掐住了，中国的伤会非常大，甚至在这个所谓的荷姆斯海峡掐住之后，全球影响这么大，大家都在讲一件事情，没有石油，没天然气，通膨又要来了，大家又要穷了。结果你说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川普说就涨吧。我对此完全不担心，原因是因为你涨越多，惨的不会是我，惨的真的是中国。所以在这个礼拜，油价涨了15%，天然气大家都非常紧张，所以路透就独家问川普说：“你会不会担心油价已经涨15%，而且美国通膨再起会影响你降息的速度啊？美国经济可能出问题。”结果川普说：“我毫不担心啊，涨就涨吧，我对此完全不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川普担心吗？因为美国自己的石油，它自己有石油，自己有天然气，荷姆斯海峡运不出去。倒霉的其实是习近平，所以昨天禁止汽柴油出口之后，今天怎样？中国3桶油全部倒在地上，全倒。什么叫中国3桶油？第一个叫中国石油，它今天跌了3.07%，一开盘就往下跌。再来第二桶油叫 Sinopec 中石化，一样跌了2.13%。再来是中海油也跌了2%多。3个中国石油大型石油公司全部都往下跌，这个简称中国3桶油。中国的经济其实跟石油有关的这3个就是最大的国营企业。结果川普当然说不担心啊，因为倒在地上痛的哀嚎的是3桶油啊，死的不是我。对，没错，而且这会造成什么现象？川普控制了荷姆斯海峡之后，我们都以为只影响了伊朗跟委内瑞拉石油，其实不是。你仔细往下看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告急啊，连印度都，你可不可以给我石油？所以川普现在大力一挥说，我可以给你30天哦，到时候30天到期哦。对，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他已经在控制石油的格局了，因为他握有荷姆斯海峡啊。如果你仔细一算的话，中国现在真的是要倒大霉了。荷姆斯海峡通道控制之后，它不只是伊朗这20%，对，沙地有15到17%，伊拉克也是，阿联酋、科威特、阿曼，你看哦，17%，伊拉克11%，阿联酋6%，科威特5%，阿曼4%，加上伊朗的20%。伊朗加委内瑞拉20%，中国的石油命脉被控制在里面了，所以涨价，川普当然不怕。重点是石油霸权被控制住了。我们以前说石油跟美元连在一起叫美元霸权嘛，现在不是，石油交易秩序在川普的手里了。然后下一步3桶油倒地之后，谁会有事情？7个王永庆可能要倒大霉了，命脉被川普掐在手里了。继续涨下去，7个王永庆全部也会倒大霉，会倒地。什么叫7个王永庆？就是中国进口大量的打折的石油，跟伊朗打折，跟俄罗斯打折，都吸他们的血，打7折，甚至打4折，打到骨折。盖了这么多了7个大型石化基地，你看有河北、有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通通都有。对了，那时候台化的董事长洪武远，这怎么讲？你知道吗？这个扩产叫天文数字，太离谱了，太夸张了，把全部人都打到趴在地上。就是这7个王永庆，他的优势就来自哪里？俄罗斯跟伊朗的便宜石油。对，现在局势怎样？一场战争改变了，那会怎样？你知道，现在3桶油倒地了，而且由石油的命脉掌握在谁里？川普的手里，海峡通道全在他手里。卖不卖？为什么说这个证件重要？卖不卖是川普说了算了。以后这个7个基地拿不到石油呢，我来说为什么这个影响最大？下一步就是中国制造要出问题了。1.2兆出口不是很厉害吗？对，历史上没有这个记录。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样？是因为石油买到便宜的石油之后，它接下来可以大量的乙烯跟丙烯跟芳香烃，接下来往下去做，可以做纺织、电子、汽车跟建材的所有材料，而且成本非常的低哦。打7折，7个王永庆又非常的大，所以别人打不赢他。我们还以为只是打到了伊朗、委内瑞拉，没想到控制海峡是控制50%的命脉，3桶油马上倒地，结果7个王永庆倒霉。接下来你就看哦，淘宝不是很多便宜的产品吗？很多都是塑胶制品跟石化工业做的零售产品啊。你看很多的民生产品便宜30%到5%，家具更夸张，便宜50%啊。所以从新加坡跟台湾都可以买得到，有些家沙发才中当地的1/5，还有流行饰品跟生活小物品，你很多都是中国制造，便宜30%、50%，这都是什么？都跟石化原料息息相关。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连手机的充电头跟数据线一样，都跟石化原料有关。所以川普这一招下去，还可以怎样？
解决廉价中国产品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制造可能要掌握在川普的手里了。川普这招下去，习近平不头痛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局就是这样？为什么？川普真的是万物皆可卖他一边打压中国，一边拉拢谁？中国最讨厌谁？另外一个国家有人替代他的是谁？印度，因为印度有14亿人，印度可以发展印度制造，所以他马上说，没有关系，我可以豁免你。本来说他不能买俄罗斯油，而且加100%的关税。现在他说印度你可以买30天对，如果印度接受，这代表什么？石油秩序是由川普决定的，以后你要买谁的，我川普说了算。俄罗斯人有没有问过普丁？普丁说，跟普丁没关系，川普在决定了。所以长期观察中国的日经作家中泽科这怎么说？你知道吗？川普其实是在等习近平答应说川习会见面的时候，设下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就是你答应之后，你就没有筹码跟我收布。然后接下来他在习近平一答应后，我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开始端到委内瑞拉，开始对哈米尼做动手。然后动手之后，他知道川普不敢习近平不敢说不，为什么不敢说不？你知道吗？现在他执政的非常的差，执政成绩很差，他想要做第3任，可是他没有政绩啊。那他现在最好的政绩是什么？川普来访变成是两大国分庭抗礼，大国外交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你意思是说，当今天川习会来发生的时候，对习近平来说是多重要？今天可以跟中国人民讲说，我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我们就是一个G2国家。那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的话，我真的没有拿出任何政绩能够说服我的人民了。对，所以当初他答应川普说要见面，是基于这个需求。他的软肋就是我很想要这个东西。对。可是川普一等他答应之后，开始动手之后产生什么样？国际局势在这1个礼拜内大幅改变。世界的石油格局、石油霸权全部都在川普的手里了。接下来习近平敢说不吗？他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情？G2大国梦想就没有了，人民会质疑他什么？你经济搞这么差，你国家还这样丢脸，被川普这样洗脸，所以他说不也不行，说好也不行，说好就会变成怎么样？你默默的接受石油霸权在川普的手里。提问老师，今天有一幕非常的，大家觉得focus 在这一幕上面，这是什么？这是川普去接见了足球的明星梅西，跟所有的媒体讲说，针对于伊朗这件事情，我们只想一件事，我把这个所谓的伊朗给处理掉之后，我们现在要处理古巴。处理古巴是什么？时间问题。好，我们的问题点就在这。那要怎么去处理古巴的问题？今天《华尔街日报》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今天说什么？他说今天川普用的招数跟过往不太一样，现在叫做斩首，然后放手，斩首，然后放手。听到这个字眼，现在最怕是谁？就是习近平，因为他真的斩首了。第一个把马杜罗端掉了，把哈米尼端掉了。他真的会这样子做对未来的所有的领导人吗？对，而且这句话斩首然后放手，这句话其实不是媒体写的，这句话是媒体引用国务院官员所写的，所以代表说它是具有真实性的。什么叫真实性？现在川普所作所为都在做这些事情，而且那个官员讲得很清楚如果说斩首我放手之后，你又弄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上来，我只要再按 reset。再重置键，我要再斩首，然后再放手，就是这种模式跟以往的所有的国际关系的模式完全不一样。对，现在习近平会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来川普1.0的时候，听说当时的做法就是要把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跟中国3个切割开来。对，切割开来的目的就是原因，我不要得罪你中国人，我只要这个什么，把你共产党消灭，或是把你习近平个人消灭掉，让共产党内部还有一个新的人出现，这样就解决这个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本来当时的习近平就认为说，没这回事吧。不可能的事情吧？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美国不可能来把我从中南海抓走吧？我们国力那么强，我们保镖那么强，怎么可能把我抓走？但是现在看到委内瑞拉被抓走了，对，现在看到哈米尼被端掉了，连哈米尼都被关掉。这时候，整个中国现在讲说开始骂了，不讲武德，而且我们很多东西表面上我们可能都看不太到了，你知道吗？因为今天中国的媒体有一些传出来说，其实在伊朗那个战场上在打的时候，林肯号，福特号，其实还有一艘叫做杜鲁门号，
对在荧幕上其实是不见的，大家不知道他在哪里。有人说回到美国税休，但有人说有可能就停在那边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川普在去年去这个所谓的中东访问的时候，那时候杜鲁门号就在那里啦。对杜鲁门号在扮演什么角色？也结果不是只有2个航母战斗群，可能有3个航母战斗群，甚至有4个、有5个，不知道。所以你知道美国这个变化多端啊，你根本抓不住它在哪里。这样也太可怕，2艘航母已经非常吓人了。你有没有可能就出现在亚太、印太这个地方，随时有可能把习近平也抓走？神出鬼没。开完2会之后就把你抓走了，也不一定啊，很难讲啊。对，你刚刚世聪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今天要见面，本来这个什么要谈好一些筹码的。但是习近平在这过往当中来讲的话，发现到伊朗不见了，委内瑞拉不见了，这时候我拿什么东西跟川普谈？对，他没有筹码了、对，没有筹码谈的时候，那内部的情况也那么糟糕，外部情况那么糟糕，更重要的是什么？被他的朋友看清手脚，被所有的那些国家看清这个他的真面目。对，你中国帮不上忙的。好，那前面来讲，巴拿马运河现在没了，对，苏伊士运河被控制住了，很多地方柬埔寨一下被美国控制住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晶片也没有了，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来跟川普谈？你凭什么东西来跟川普交换条件？因为川普是商人嘛，你说川普商人，那就要互相交换筹码嘛。那你口袋有什么东西？对，没东西的情况之下，川普只能告诉你说，你小老弟听我的话，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夹娃娃又夹掉了这时候。以前大家都说不可能，对以前大家认为说我是老人了，我都70几岁了，我干嘛这样子做，对不对？哈米尼86岁呢，对，照常斩首。所以这跟我们刚刚前面讲一模一样。这一场对伊朗的战事，根本就是对中国的一种预演，从金融战、从军事战、从能源战，甚至连斩首战也是一模一样的。对，我就演给你看。真实的状况这样子，而且我告诉你的手法就是很多种不同类型的手法。美国可以叫自己的朋友来动手，那你中国的朋友在哪里？你中国的朋友来反击，你要反在哪里？而且你我朋友落难了，你中国也没去帮忙。那你如果中国没去帮忙的情况之下，为什么那些朋友要来帮你？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习近平真的是要踹了一弹，整个在中南海可能晚上都睡不着。瑞哥还记得 Rubio 曾经讲了一句话，全世界都在看，而且全台湾都在看。他说 Unleash 蒋，当然放出蒋介石。好，他现在放出了谁？不是蒋介石，他放出的是谁？库德族。美国已经把库德族放了下来。我们在讲，在今的伊朗这一战里面，地面作战非常重要。他现在跟库德族联合起来，让把库德族武装起来之后，已经杀进去伊朗了。而且让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 CIA 帮忙了。还有美军也帮忙了，你前面所有障碍我都帮你处理掉，真的要长驱直入杀到德黑兰吗？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呢，还公开在记者会上面直接讲，他个人看好，也呼吁库德族立刻出兵，他是直接这样讲了。对，所以呢，很快的时间之内呢，那么我觉得库德族就会出兵。川普非常聪明，其实早在这场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美国的 CIA 立刻早就已经找上长期跟库德族合作，然后这群库德族呢，那么为什么跟几个不同的系统？因为其中一个系统，它里面有3-4千名都是骁勇善战的年轻人，而且配备的都是美国的先进的武器你说像是这一张里面，没错，这些都是库德族的，而且我们讲说他库德族可能他的枪支、他的装备比较差，没有。都是来自于美军 CIA 给的。我不跟你讲的话，你的想象中的库德族会在什么时候会停留在好像那么第一滴血第3集里面南坡在阿富汗里面的那些骑着马的那些弄了一个步兵的那个民兵嘛？没有你仔细看，我不跟你讲的话，你会以为是哪一个国家的特战部队啊？这看起来这么装备很非常精良的。他们为什么这些的后面是什么？这些的后面。是那么很多一步又一步的悍马车，一步又一步的装有这个等于说那么重机枪的皮卡车，然后呢还有更多的火箭弹、火箭筒，这些都是由这个 CIA 美国他们源源不断提供他的。对，早在过去几个月里面都已经提供给他们了。那么他们有2个系统，一个是我刚刚讲的3-4千名的骁勇善战的嘛，另外一个系统呢就很有名了。美国跟他们一起合作呢，灭了伊斯兰国 ISIS 嘛。当时 ISIS 不是很厉害吗？就靠美国就用陆军库德族的陆军的这个兵力呢，直接把他们大杀四方这些人都有实战经验。对，所以他们有实战经验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他们想独立建国。好，那么这个少儿，你记不记得最近有一个新闻？第一个新闻是 A-10 的这个油猪攻击机进入伊朗。A-10 油猪攻击机进入伊朗代表什么？所有伊朗的防空飞弹全部都被消灭掉了。对，因为 A-10 它必须低空轰炸嘛。它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坦克装甲兵的杀手嘛，一过去整个坦克中戏嘛，所以呢它的杀伤力非常大。但是它完全不是这个防空飞弹的对手嘛，所以表示防空飞弹都已经解决掉了。另外一个是Mi-52轰炸机出动，对，你知道它出动去炸哪里吗？炸哪里？它出动去炸哪里？它出动去炸碉堡吗？伊朗跟伊拉克边界的这些伊朗正规军跟相关民兵组织的碉堡，然后他们的据点、雷达站全部被炸了。你说像这种什么边境的对这种哨站，我全部灭了。我请问你，他为什么要炸这个地方？因为很简单，因为马上陆军代理人战争要开始，让库德族人直接从伊拉克的北部如入无人之境就攻进来了嘛。所以美军帮我们把路障全部清掉了。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不要忘记空中现在全部掌握在美军跟以色列的手上嘛。所以呢，他们还有包括这个军队部署的情报等等，也都在美军的手上。他们会源源不断的提供这些给库德族人，这是库德族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机啊！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打进去以后，那么川普的想法是说，你们协助在伊朗的库德族人，然后呢，他的想法是也要想办法让这个让伊朗的这个正规军呢，跟他的革命卫队受挫嘛，受挫以后，连带着使他的他们在进行几次斩首行动了以后，他的中央政府改走，那么傀儡政权，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跟你讲。我不爱哈米斯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对，我一定把它端掉。但这个革命卫队也是现在还能够掌控部分的这个荷姆兹海峡去攻打游轮的革命卫队。我只要把这个革命卫队，对不对？弄这库德族的人来攻进去了以后，革命卫队一定要抽部分的兵力去防守这些，要不然的话，库德族会直接打进来，整个全部打进来的话呢，伊朗就再见了嘛。所以呢，他利用代理人战争，然后呢不断打进来。空中的优势、海上的优势都在我们美军跟以色列，然后情报也源源不断提供给你库德族。库德族打进来了以后，我讲拍天，打进多少，这点的医疗的是你库德族的人。你要是库德族的人，你打不打？而且万一牺牲死亡的库德族人都没有一个是美国人，美国又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